中年失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问问1960年47岁的理查德·尼克松就知道了。彼时的他正陷入中年危机当中。在此之前的8年，他的真实身份是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因为老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个甩手掌柜，这8年美国这艘巨轮的大事基本全是尼克松在暗中操盘。到了1960年，新老交替，在全党大佬眼里，总统这把交椅理所应当该滑到他的屁股底下。他有资历，有手腕，47岁更是一个男人年富力强、大杀四方的黄金年龄。他连竞选纲领都抛出来了，我很稳，世界很乱，把权力交给我这个知根知底的老手最安全。按常规套路，这局他稳赢，但他万万没想到，时代连招呼都没打，就强行修改了游戏规则。他的对手叫约翰·肯尼迪，43岁，家里有矿，风华正茂。肯尼迪主打一个疯狂画大饼，承诺大幅增加军费，要在太空竞赛击败苏联，还要去月球插旗子。如果只是打嘴炮，尼克松根本没在怕，但真正要了他老命的是一场跨时代的降维打击。1960年9月26日，芝加哥，美国建国以来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在此之前，老百姓选总统是抱着收音机听的，听逻辑，听底气，谁顺谁赢。但那天晚上规矩变了，从听逻辑变成了看脸。就是这个极其微小的转变，把47岁的尼克松坑了。那天他刚因为膝盖感染出院，发着低烧，他极其自信地拒绝了化妆师，还穿了一身浅灰色西装。结果一上台，整个人直接和灰白色的电视背景板融为一体，毫无气场。摄影棚灯光一烤，他满头大汗。因为习惯了以前的演讲模式，他讲话时总下意识去瞟旁边的记者，而不是死死盯住镜头。而对面的肯尼迪呢，刚在海滩晒出一身古铜色，西装笔挺，连妆都不用化，就是全场最靓的仔。最绝的是，他全程直勾勾地盯着镜头，就像坐在你家客厅跟你面对面唠嗑。听收音机的人觉得尼克松逻辑严密，赢了。但看电视的几千万美国老百姓只看到一个满头大汗、眼神飘忽的疲惫中年男，正在被一个魅力四射的高富帅全方位碾压。尼克松没有输在能力上，他输在了不懂新时代的镜头语言。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真正让他丢到饭碗的是暗箱操作。11月8日大选夜，两人总共拿下近7000万张普选票，但最终的差距不到区12万票。肯尼迪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胜出。当时只要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鬼。决定大选胜负的关键大州伊利诺伊，其最大城市芝加哥是肯尼迪的铁盘。那里的地头蛇市长戴利当晚干了一件事，押票。他故意把市区的计票结果捂在手里，坐那喝咖啡。等什么？等偏向尼克松的乡村地区把票全开完，等尼克松的底牌全亮了，市长拿算盘一拨，哦，原来咱们肯尼迪还差几千票啊！哗啦，芝加哥票箱一开，肯尼迪的票数刚刚好压过尼克松一头。最后在几百万张选票里极其精准地赢了不到9000票。更邪门的是，后来记者去查选明明册，发现芝加哥的投票名单里不仅有废弃楼房的虚构住户，居然还有大量早就埋在公墓里的死人。政坛为此留下了一句地狱笑话，在芝加哥连死人都会爬出坟墓给肯尼迪投上一票。而在另一个关键州德克萨斯，是肯尼迪的副手林登·约翰逊的老巢，某些偏远县开出的数据嚣张到连演都不演了，开出来的选票总数居然比这个县活着的注册选民还要多。在这个极其魔幻的时刻，只要尼克松振臂一呼，要求把这2个州查个底朝天，把假票摘下来，他的选票瞬间就能反超，当场就能在白宫宣誓就职。但尼克松亲口叫停了调查，直接宣布认输。再往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对于那些刚刚开始尝试自由选举的海外国家来说，我能想到的最坏的榜样就是美国，因为总统大选结果而争吵不休，甚至向全世界暗示，连美国总统的宝座都是可以通过在票箱里偷窃来获得的。如果我要求重新计票，新政府的组建和权力的有序交接可能会被拖延好几个月，整个联邦政府内部将陷入彻底的混乱。同时，尼克松那年才47岁，他还想在这张牌桌上再玩20年。在政治上，你可以是个失败者，但你绝不能是个死缠烂打的输不起的人。如果他认怂，全美国甚至包括很多民主党人都会在心里觉得欠他一个人情，觉得他受了天大的委屈还能高风亮节。这个人设一旦立住，就是他未来东山再起的最大本钱。理智让他选择了退让，但这波极其阴暗的遭遇彻底重塑了他的底层心理。他悟出了一个黑化定律，在现行的游戏里，守规矩的老实人活该被吃干抹净。既然系统有漏洞，那玩不过就必须加入。他骨子里觉得是系统先对他不公，他只是在用魔法打败魔法，防止对面再偷走他一次胜利。1961年，失业的尼克松回到加州洛杉矶，拿着顶级律所的丰厚薪水，穿着名贵西装，但在别人眼里的富足归宿，在他眼里却是牢笼。他每天站在落地窗前，满脑子全是白宫的草坪。老子离世界之巅，就差那被偷走的几万票，凭什么让我在洛杉矶养老？他不甘心，他决定杀回牌桌，降维打击，去竞选加州州长，拿下全美最大票仓当跳板，过几年重返华盛顿。但他犯了职场中年人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降维求职，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的老婆死活不同意他参选，因为枕边人最清楚。这就好比让一个跨国公司 CEO 去管一个街道办，他心里憋屈，眼里自然看不见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为了赢下民主党占优的加州，尼克松拼命往中间路线靠拢，这直接惹毛了共和党内部的极右翼大佬。在老鸨们眼里，政府多收1分钱去搞福利，都是对自由的背叛。他们指着尼克松的鼻子骂：“你根本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你就是一个为了选票连灵魂都能出卖的变色龙。”带着党内互撕的伤口，尼克松站到了现任州长布朗面前。他以为布朗是个平庸的村长，结果被对方用最朴素的常识打得满地找牙。布朗根本不聊国际大局，只揪住一个痛点往死里打。乡亲们，这孙子根本看不上咱们加州州长这个职位，他来选就是借个道，好去华盛顿报他当年的私仇。老百姓一听，我们要选的是个帮我们修桥铺路的大管家，不是一个天天脑子里想着大国博弈的过客。你能力再强，可你心里没加州啊！离投票只剩2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核战一触即发，全人类命悬一线。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住白宫里的肯尼迪和组织防空避难的加州州长布朗。那一刻，尼克松绝望地发现，不管他怎么挣扎，时代的聚光灯都已经强行从他身上移走了。1962年11月6日开票夜，尼克松惨败近30万票，输给肯尼迪，他还能安慰自己是被黑了，但输给布朗，那是加州老百姓最直白的一耳光，我们就是不要你。一夜未眠的尼克松是真的破防了。他像一头被逼到死角的困兽，推开准备公关稿的幕僚，自己冲到了新闻发布会的麦克风前，对着台下的媒体把压抑了2年的怒火毫无保留地喷射出来。我希望你们以后报道别人时能客观一点，你们总是把肯尼迪保护得很好，你们以后好好想想，将失去多少乐趣，因为你们以后再也没有尼克松可以踢来踢去了。第二天，全美主流媒体毫不客气地给他盖棺定论。ABC 电视台甚至连夜做了一期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为了杀人诛心，还特意请来当年被尼克松亲手送进监狱的仇人阿尔杰西斯当嘉宾点评。这就好比你被开除后，媒体把你当年亲手开除的下属请到演播室，全网直播嘲笑你的工作能力，全世界都在告诉他你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但奇妙的是，这个节目没打败尼克松，反而还帮了他。ABC 为了流量实在太没底线，直接引发了全美大地震。成千上万的抗议电话打爆了 ABC 总部，赞助商吓得连夜撤资。退伍军人协会要求把 ABC 定性为反美电视台。这场极致的网暴阴差阳错地为尼克松捞回了一大波同情分，保留了最后一丝翻盘的火种。从1962年在加州彻底破防，到1968年重返白宫，在人生最黑暗的这6年里，尼克松做出了教科书级别的养精蓄锐。第一步，果断止损。既然加州成了政治坟墓，那就换个活法。他果断卖掉房子，举家搬到纽约，躲进华尔街当律所高级合伙人。第二步，抄底人情。196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推了个死硬保守派戈德华特去当炮灰，建制派大佬怕惹一身骚，全躲了。但尼克松没躲，他秉着骂名亲自下场给炮灰站台。这一注压得极绝，他用一次必输的站台，彻底安抚了当年在加州捅他刀子的那票保守派。患难见真情，这老伙计讲义气。第三步，极度向下兼容。到了1966年中期选举，他化身全美最卷的跑腿小哥，他疯狂走学，专给各地没钱没名气选情吃紧的基层议员站台拉票筹钱。等选举大胜，整个国会一大半的共和党人全欠着尼克松天大的人情，他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去抢权力了，因为底下全是他亲手扶起来的生死兄弟。第四步，他彻底完成了自我迭代，他给自己打造了深沉稳重、顾全大局的新尼克松人设。他不再像个怨妇一样亲自跟媒体互撕，必须咬人时就放出小弟去咬，自己永远保持老首长的体面。这几年，尼克松身上没有任何一官半职，就是个纯粹的民间律师。但他像一只蛰伏在暗处的毒蜘蛛，靠着帮人平事筹款做人情，把从上到下的关系网一点点全织进了自己的掌心。1968年，距离那场让他丢掉皇冠的屈辱之战过去了整整8年。踩着他亲手铺就的权力阶梯，他要兵不血刃地轰开白宫的大门，拿回了那把被偷走的椅子。